门塔还认为，我们可能会在未来的时间里去其他的星球，而且还有可能会遇到外星人的存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严谨的占星师 Ashish Mehta， 他所说的2021年2月12日的七星聚会现象，以及呢会对世界和人类带来哪些重大的影响。对于门塔，咱们频道的小伙伴们其实并不陌生，曾经介绍过门塔的出身是 Double E 的理工科，从年少时便对吠陀占星进行钻研。他的预言是现代派的吠陀占星术，也就是在古老的吠陀占星上引用了现代的西方占星学相结合。由于他的严谨，他不像是那位咱们曾经讲过的迪派克狠哥那么犀利，一弄就是4月11日将发生世界大战。看了之后睁大了眼睛，下巴在脚面上直蹦，不由自主地说道Oh my God， 嗷嗷狠！狠哥的下半部咱们还在整理翻译当中，回头呢咱们单开一局。但是门塔的讲解是全面到位，从细微之处体现一个精准创新、耐人寻味，但也不缺乏神秘震撼和贼拉狠丢丢的。看完门塔之后的感觉是一个劲儿的眨眼睛，再问真的假的 ？OMG。OK。门塔讲到2021年的2月12日，在印度的当地时间是0时36分的时候，也就是相当于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06。这个巧合之处是，这一天正是我们的大年初一，这一时刻将会发生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件。到时候，木星、土星、金星、水星、太阳、月亮共6星加一个冥王星，7星都将出现在同一个星座，也就是摩羯座当中，因此称之为七星聚会。大家一定会联想到我们曾经前一阵子一直分享的印度神童的6星连珠的这个预测，那是根据印度吠陀占星术，而这里讲到加入了冥王星。门塔解释说，因为根据现代的占星学，把3大远星冥王星、海王星和天王星加入了占星算法，结合6星连珠，门塔给出了全方位的解读。而大家注意，6星连珠是发生在2月10日，也就是大年30，而比7星聚会早2天，一个是2月10日，一个是2月12日。天体现象真的非常的好玩，有时间呢我们还要更多的分享遥远的星云和矮行星等等，非常的耐人寻味。回到门塔的话题，门塔这样的比方说是，假设一个房子共有12个房间，现在有7个主人，并且只有1位主人可以住在一个房间里。那么如果7名主人中的6名住在或者是挤在了同一个房间里，那么会发生什么？当6个主人，这6个主人可能指的就是木星、金星、水星、太阳、月亮还有冥王星，同时的挤入了一个房间，也就是摩羯座。试想一下，在一个房间里6个人，显然是面积太小，十分拥挤，甚至相互之间都能闻到相互的体味，那么摩擦就要产生了。不单单有摩擦，而且还会有一种会相互碰撞的恐慌，一种混乱的现象。这意味着太空可能会发生类似抢占先机和方位的而引起的争端。木星、冥王星已经首先进入了土星主宰的摩羯座的宫位，现在呢，太阳、月亮、水星、金星也来到了这里。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某种特定的事情。门塔认为，这个事件将具有2个含义：当前已经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，或者有任何未来的计划。那么许多重要人物在这种条件之下才能够走到一起。萨曼哈迪的经文当中说，
行星聚在一起是为了创造麻烦，也是化解麻烦，因此这意味着将会发生一些大的事情。之所以发生这种联系，或者把这些联系在一起，是因为这表明给了我们提供计划的机会，也就是计划来着手解决这些麻烦。This conjunction is happening because this is an indication for us to plan for coming trouble。 那么这里所说的意思，也就是来如何的去解决，或者是如何的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时机来解决这些麻烦。那么这7个行星汇聚在同一个房间里，会出现哪些麻烦呢？2021年的2月7星聚会，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。当我们看到2021年的2月12日的图表时，会在摩羯座的宫位看到有太阳、月亮、木星、金星、水星、土星，并且在萨拉瓦利古经当中有一个陈述，指的就是这种结合的能量。如果我们对声明进行进一步的解码，那么我们将看到的是，当所有的这些行星齐聚一堂的时候，相当于国王、总统或者是总理会从顾问那里获得建议，而这些建议有可能会相互的矛盾、相互的冲突。这些建议往往在这一时期内是错误的引导，而且会造成很多的损害。不仅如此，社会上有一种哀悼，这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重大的变化。因此这意味着高层当局将根据顾问的意见做出一些决定，那个建议将被证明是错误的，整个的国家和世界都充满了哀悼和恐惧的气氛。如果我们根据现代占星术来考量冥王星，那么就会发生独特的结合，那这被称之为7星汇聚，在经文中被称为 Gong Yog， 音译出来，飘哥没有找到真正的汉语解释，那么呢，音译为勾涌现象。这种音译理解为是多星汇聚，如沟渠交织，相互叠加拥挤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巴哈的萨米海达以及 Nara 的萨米海达这个古老的著作当中，有一首关于勾涌现象的经文。根据经文的解读，意味着如果一个宫位有7个行星，那就叫做勾涌现象，这会导致饥荒和民族苦难。大约是在59年前，1962年的2月4日，发生了同样的勾涌现象的事件。如果我们查看当天的图表，就会发现所有的7个行星都在摩羯座。如果我们看到那段时间之后发生了什么，那么我们很容易理解这段时间相遇之后，那么对后来的事件的或者世界大事的影响。说到这里，很明显咱们在讲到6星连珠和土木合相的时候提到过的，首先就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战争。印度和中国在1962年发生过战争，由于这次火星，也就是2021年这一次聚合，火星并没有参与。门塔解释说，因此呢，发生类似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会很小，那么小战役是有可能的。那么根据咱们最近的边界的情况，我们可以说发生战争可能性其实还是蛮大的。那么在1962年7星聚会期间，还有一个国际大事，就是古巴导弹危机，发生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触即发的核战争。门塔解释说，这一次在国际上我们也会看到，由于7星汇聚，仍然会有大的事件发生。比如说美国在国际水域会采取一些行动，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不得不面对其行动的后果，因此国际水域边界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，或许也是美国开始整顿世界老二的开始了。 Oh my god， 也是嗷嗷狠。如果我们谈论工业，那么在1962年那段时间，全世界全面的开展引入了工业化，尤其是在发达国家，从而呢改变了生产的规模。工业化
产生了连续生产的世界。那么这一次我们都会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是 AI 人工智能。门塔讲 AI 将在生产当中会大方面的兴起和大方面的影响整个的工业产业。那么由于 AI 技术的大方面的使用，那么呢，工人阶级可能因此而受苦，因此非技术工人将看到这种结合的负面影响。在通讯方面，门塔讲第一颗名为 Telstar 的通讯卫星也是在这一阶段发射的，从而改变了电视与通讯的世界。这一次我们也可以说某些事件可能发生，例如我们可能发射新的卫星，或者是更改现有的卫星，并且我们将看到 OTT 平台将占主导地位。如果我们谈论太空探索，1962年4月26日，美国的航空航天局 NASA 它的太空探测器徘徊者号，那么由于机载电脑的故障，造成了负载的太阳能板和导航系统故障，因此呢，这艘太空船失事坠落在月球的背面。尽管它未能在撞击前返回任何的科学数据，但是它仍然是美国第一架撞击月球远端的航天器。不仅如此，门塔还认为我们可能会在未来的时间里去其他的星球，而且还有可能会遇到外星人的存在。Oh my god， 嗷嗷狠！这一点呢，也恰好吻合了咱们所说的伊隆马斯克的预言，就是在2021年的宏伟计划登月、火星计划、全球通讯卫星12000颗发射计划。那么如果我们谈论娱乐世界，门塔讲在1962年那个时候，最美丽的女人玛丽莲·梦露在那段时间里神秘的死亡。门塔讲到，那么在2021年的七星汇聚的时间里，我们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年轻的演员神秘的死去，或者受到重大的波折。而这些或那些这样或那样的字符串可能与某些领导者联系在一起。那么这种阴谋论或者叫阴谋会持续多年，这个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，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些隐含的涌动，因为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许多年后才被世人知道的。就像是近期的郑爽事件，如果不是媒体及时的曝光，可能永远不会被世人知晓。1962年，宗教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约翰22世教皇开始了梵蒂冈的改革。这次七星汇聚事件可能会改变许多宗教机构。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将会看到宗教界发生许多重大的变化。那么其实这个呢，已经有了端倪。天主教教皇弗朗西斯传闻在2020年圣诞节之后辞职，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2021年，七星汇聚之年，极有可能产生宗教界的教皇辞职现象。然而这是600年来没有过的现象，七星汇聚之年，这也会成为宗教界的一大震撼之事。门塔继续说到了摩羯座，他说我们需要了解的另一种理论是，当许多的行星合在一个星座时，它们离开了自身的特质，开始显示出所在的星座的特质，而这次的结合正在发生在摩羯座。因此他说要分享一些摩羯座的特质。那么他是这样讲的，有一种说法是 Jataki Pajata， 这个可能读音不是十分准确啊。那么在这个经文里有解释，说是摩羯座生活在水和森林的地区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水域或者是森林将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大事件，或许呢是一种灾难，或许呢是一种任何的自然问题，或许是国际水域边界的相关问题。我们可能会看到森林会发生森林的大火，对野生的动植物造成巨大的伤害。那么关于Jataki 经文里对于经济学的观点，比如说黄金的走势以及个人星座的解释，比如说处女座的人来说，在即将到来的10日里边是极为吉祥的。那么这样类似的解释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放到下一集。好的，今天呢我们就飘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
和打开小铃铛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孤独看表哥。Peace out。